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八哥。我这次从越南回来的时候，然后越南女朋友的妈妈，然后在那边给我说呢，反正我们几个坐在一起聊天嘛，然后就是也不是正式的谈那个彩礼的问题啊，反正就是聊天，然后在那说呢，反正说那意思，我如果跟小凤结婚的话，彩礼的话大概得需要10万块钱左右吧。他说最低好像也得8万块钱。我记得我刚来越南的时候，才来越南1个月的时候，那时候他给我说想要20万彩礼，那时候还让我买地盖房子。那时候我就一口拒绝了，我说绝对不可以的。我说买地建房子，太快了，买地建房子需要很多钱。我跟小凤认识的时间太短太快，我拒绝了。后来，他就没有说了。然后我回来之前的时候，他又在那给我说呢，反正就是也没有正式说要多少钱，反正就是在那里开玩笑，就是大概跟小凤结婚的话，如果不买地的话，彩礼的话大概就是最低可能得8万，一般可能也得10万左右，反正就这样说的。我意思想给个3万块钱，3万彩礼哦，3万人民币，看能不能结婚。但是他们说好像不行，3万块钱太少了。当时我心里反正也有点不是很开心啊。我也不知道我跟小凤结婚的话到底需要多少彩礼。那天晚上小凤给我说，他说的那意思好像也是需要8到10万块钱彩礼。但虽然说没有正式的给我讲，但是那个意思，我听出来了。我感觉在越南找个老婆，如果需要10万彩礼的话，确实是有点太高了。现在在国内找个老婆的话，也就是10万彩礼啊，8万到10万，10万左右。而且还找的是单身的未婚的。现在在越南的话，像小凤也都离过1次婚了。如果10万彩礼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有点多。我感觉越南现在最近这几年这个彩礼也是水涨船高。以前越南彩礼还是比较少的，现在我感觉越南这边彩礼现在是越来越高了，给人感觉都有点接受不了了。但是小凤给我说的那个意思是，如果嫁给越南人的话，彩礼可以少一点。但是嫁给中国人的话，说我是外国人，彩礼的话就要多一点，就要比越南人的话，就要高一点。说这样的话才会有面子。要不然的话，家里人就是没有面子嘛，就是别人会笑话，别人会看不起，说你嫁了一个外国人，才这么一点彩礼，说彩礼少的话，还不如嫁给越南人。反正就是这个意思，说了一大堆，就是说嫁给越南人的话，彩礼少。没关系，人家不会笑话，不会看不起。所以如果嫁给外国人，这个彩礼相对来说就要，比嫁给越南人的话就要多几倍啊。反正就这个意思。这样的话，在亲戚朋友，在村里人的这个面前才会更有这个面子，就是脸上有光嘛。别人就能看得起嘛。别人一说，哎呀，你家女儿嫁给中国人了，多少彩礼，然后就是彩礼收的比较高嘛，就是有面子，别人看得起。就是如果嫁给中国人的话，彩礼太少的话，别人会看不起，觉得你不值钱。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，来来回回就这个意思，在那给我说呢，弄得我心里也很不爽。我感觉越南现在这个彩礼也是水涨船高。越南现在结婚的话，比之前的话也，这个彩礼还有这个定金，还有结婚的这个酒席的这个，花费也涨了不少。因为越南现在消费也越来越高了，虽然说工资收入不高，但是这个消费东西的价格现在几乎跟中国差不多了，而且很多东西的价格比中国还要高。所以现在，在越南娶老婆，现在也不便宜。
这说实话，这个乱七八糟的花费下来哦，我感觉花的跟国内差不多了，甚至可能比国内娶个老婆还要花的多了。因为你是外国人，别人的话就要问你多要钱，然后就是嫁给外国人，肯定比嫁给越南当地人的话要彩礼多，要办的风光一点，就是这个酒席还有这个各方面都是要齐面，因为他们也要面子的，越南跟咱们中国一样也是很讲究面子的，他们也是很要面子，所以他们也是为了面子，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也弄得很累把人弄得心里很累，所以就是彩礼要的高，结婚酒席的话也要办的比嫁给越南人办的就是要齐面风光，所以这个代价的话，也是要我们来承受的，因为这个钱的话还是我们来出的，现在我回来了，到昆明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小凤的电话打不通了。我在越南的时候还可以打通小凤的电话，现在到了中国以后，小凤的电话打过去是空号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反正打不通了。小凤没有微信，这没法联系，这没办法，只能是我在家里先过年吧。过完年以后，然后再到越南去，再去他家里，再看情况。明年的话，然后再跟小凤商量看在越南结婚，这个彩礼还有这个结婚酒席，还有明年在越南做生意或者是干什么，然后明年去了以后再商量。反正我感觉小凤的妈妈，对我的要求还是挺高的，也想问我多要钱呢。刚开始让我买地建房子，这个确实是有点太花钱太多了，后来那个彩礼，反正也要了不少，今年的话他也没有正式给我说，如果我明年去了以后，有可能会跟我正式的谈这个彩礼，哎呀，我现在也愁得很啊。今天这个视频就聊到这里，等过完年去了以后，然后再看情况。我现在马上要去坐车了，等一下我要去坐火车了，明天到家，然后准备在家里过年。好，今天这个视频就聊到这里，好，感谢大家观看。